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60岁以后放弃才是赢家》这本书。本书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：比起思考自己还要做什么，不如先考虑自己该放弃什么。在当今现代社会，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，65岁、70岁退休变得司空见惯，但60岁依然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。许多人在60岁时开始憧憬第二人生，追逐兴趣，搬到海外独居生活，或者实现年轻时没能完成的梦想。选择看似越来越多，但作者认为，在追逐梦想前，先思考自己该舍弃什么，反而能让人生更加丰盈自在。这听起来像近年来流行的极简主义，但不同的是，作者强调极简生活的真正价值。年长者比年轻人更能体会，经过几十年的人生历练，我们早已积攒了太多无用的物质、情感与观念。到了60岁，反而应该开始主动缩小生活规模，从物质到精神，过上一种轻盈但富足的日子。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需求层次理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们越来越追求内心的平静与精神满足，而过多的物质恰恰成为阻碍。2020年，一项关于老年人幸福度的研究也证实，整理环境，只保留必要物品，不仅能降低压力，还能提升幸福感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整理物品的过程本身也能刺激大脑的前额叶皮质，这个区域掌管决策与计划能力，对预防认知症有着很好的效果。不过书里还特别强调，放下的不只是物品，心理负担更需要舍弃。到了60岁，我们也该放下不必要的观念、情绪、不安、责任感，甚至虚假的自尊。书中介绍的60岁后最该放下的第一件事是，那些毫无意义的不安。金钱、工作、人际关系、未来、健康，生活里似乎总有操不完的心。哪怕是表面看起来幸福的人，也常常因为这份幸福能持续多久而焦虑。为什么人这么容易感到不安呢？作者指出，不安主要来自对未知的恐惧，陌生的环境、新的挑战、未来的不确定性，都容易让人心里不踏实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试图通过搜集信息、请教他人、分散注意力来缓解，但总有些不安是解决不了的，比如对未来变故的担忧，对健康衰老的恐惧。问题在于，这些担忧无论您怎么反复思考，也得不到答案，反而会因为焦虑过头，失去享受当下的能力，让人生的视野变得狭隘，错过本该属于您的机会。作者特别提醒了一点，我们大部分担心的事，其实根本不会发生。美国密歇根大学一项研究表明，人们所担忧的事情中，80%从未发生，剩下20%里，大多数也都能通过准备和应对解决。真正无能为力的情况其实只有4%。所以，与其每天反复焦虑，不如告诉自己，这些担心大多是多余的。学会把注意力从虚无的不安里抽出来，勇敢迈出行动的一步。只要您愿意动手去做，就会发现，行动比忧虑更有力量。即便失败，也没关系，人生总有别的路可以走。只要保持灵活，放下执念，就能自在度过每一天。最后，作者建议，当您下次感到不安时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这个不安真的有必要吗？大多数时候，那些让您寝食难安的，其实不过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幻想罢了。人生在世，不安难以避免，但我们同样拥有战胜它的力量。相信自己，勇敢迈出那小小的一步吧。60岁以后要放下的第二件事是，担心讨厌的事或不安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焦虑和烦恼。当不安来袭时，很多人会忍不住想，这种痛苦是不是永远都不会结束？但请记住一个重要的事实，情绪是流动的，它不会永远停留在您身上。无论是愤怒、焦虑、不安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
它们都会自然减弱。这正是人类情绪的本质。比如，有时候在地铁上被人插队，您可能当下非常生气，但几站之后，情绪慢慢平复，3天后甚至完全不记得这回事。不安也一样，时间能慢慢带走它。尤其是在夜晚，躺在床上时，不安感往往会变得更强烈。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，想着明天要早起，要是睡不着怎么办？结果越想越焦虑，反而彻夜难眠。这是因为必须要睡着这种执念给自己施加了过大的压力。这时候，反而应该调整心态，告诉自己，就算睡不着也没关系，躺着休息，身体也能恢复。科学研究也证明，即便只是平躺休息，身体依然可以得到修复。这样的放松心态，反而能帮助您更容易入睡。而如果太过执着于我必须消除不安，反而会让情绪持续膨胀。正确的做法是顺其自然，让情绪自己过去。心理学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与其去消除不安，不如接纳它，允许它存在，静静地等待它自然淡去。当你感到不安时，不妨在心里默念：时间一过，不安自然会消失。这句话就像护身符，能安抚您的情绪。要知道，不安只是暂时的情绪，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近年来，源自日本的森田疗法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受到关注。其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做感情的法则。意思是，情绪即便被激发，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平息，最终消散。即使产生了不愉快，也无需压抑或强行控制，只要放任它，情绪便会自然平复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自己会反复唤起已经平静的情绪。比如，您几乎忘了某次牙痛，但别人提起，您又开始觉得疼。同样，过去的愤怒或不安，也可能因为某个瞬间的触发再次浮现。森田疗法将这种情况称为情绪的拖延。如果刻意压制情绪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，让情绪变得更强烈。比如，对一个即将上台演讲的人说：“别紧张”，反而会让他更紧张。森田疗法的关键是接纳情绪，而不是压制情绪。当您焦虑、愤怒时，勇敢承认：“是的，我现在很不安。”理解情绪的产生是自然的，情绪本身没有对错，它是我们活着的证明，是正常的心理反应。要做到不被情绪左右，方法有2步：一、接纳当下的情绪，承认我现在就是有这种感觉；二、意识到情绪是暂时的，相信它一定会过去，就像海浪一样，情绪有起有落，自然涨起，也会随着时间退去。不要去抗拒情绪，而是用旁观者的视角观察它。当您能意识到，我现在正处于不安情绪的浪潮中，就能在心理上和情绪保持距离，减少情绪对自己的控制。记住，情绪从来不是永恒的，无论多强烈的愤怒或焦虑，时间都会让它减弱。相信这一点，便能减少对情绪的恐惧和抵抗，让内心更加从容平静。60岁以后要放下的第3件事是固执于单一的做法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人遇到问题时，总想着凭借意志力死磕到底，但其实有时候果断放弃，反而能看到新的解决方法。应对焦虑或负面情绪也是如此，不必执着于单一的方法，灵活尝试不同的方式，有时反而能让内心得到释放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来看备考时的情况。很多人以为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生什么题目都会做，实际上，他们遇到难题时，反而会果断放弃，迅速转向下一题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就算放弃一题，依然有机会通过考试。这样的时间分配，反而让他们效率更高。相反，那些死磕难题的考生，往往会浪费大量时间，导致整体成绩受损。处理焦虑的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一种方法行不通，就换一种。问题的解决方法从来不只有一条路，就像攀登富士山，
有多条登山口，哪条适合自己，只有亲自尝试才知道。很多时候，人之所以过度焦虑，是因为执着于某个问题，认为必须用这种方式解决，结果反而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。比如在人际关系中遭遇不愉快，便反复琢磨为什么他会这样，越想越郁闷，情绪越来越糟。这个时候，不妨暂时放下问题，转移注意力。擅长管理情绪的人，常常会用一种叫做思考停止法的小技巧。当不快或焦虑袭来时，刻意停止思考，转移注意力，比如去钓个鱼、看部电影，或者专注阅读。当您沉浸在某件事时，心里原本的烦恼自然就淡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，也别紧张，哪怕只是走进一家平时不会去的咖啡馆，或者改变一下回家的路线，看看不同的街景，这些小小的变化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鲜感和好心情。如果还是觉得尝试新事物有些困难，不妨从简单的小事做起，比如去稍微高档一点的餐厅吃顿饭，或者喝一杯比平时贵一点点的咖啡。哪怕只是这样的小小犒赏，也能让心情瞬间亮起来。关键是培养一种尝试不同事物的灵活心态。越是觉得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越容易被问题困住。反而如果试着放松一下，告诉自己随它去吧，心情会轻松很多。要想不被情绪困扰，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，重要的是给自己留出时间，重置状态。无论是兴趣爱好、体验新事物，还是简单的小乐趣，都能帮我们从负面情绪中跳出来，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。所以下次当负面情绪来袭，不要死盯着一个方法不放，灵活变通，调整心态，反而能更轻松地走过人生里的难关。60岁以后要放下的第4件事是，过于依赖所谓的预防认知症的脑部训练。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多动脑的人不容易得认知症。其实，这句话在科学上是有一定依据的。哪怕是一些大脑萎缩较严重的认知症患者，如果日常生活中经常动脑，在智力测试和脑部功能测试中的表现也往往会更好一些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动脑的方法不对，效果可能远远达不到预期。近年来非常流行的脑部训练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像数独、速算、填字游戏这些脑力练习，虽然能提升某些单项任务的得分，但对大脑整体的活跃度和认知功能的提升几乎没有帮助。事实上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早已证明，这类脑力训练对预防认知症几乎没有实际效果。换句话说，哪怕您在某个小游戏上的分数越来越高，也无法真正改善大脑的整体健康，对认知症的预防意义不大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作者特别推荐的方式就是多和别人对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与他人交谈的过程中，大脑需要瞬间处理听到的信息，组织语言，做出回应。这个过程不仅涉及理解能力，还要动用记忆、判断、想象、应变等多种脑部机能，是一种全脑训练。这是单靠计算或阅读无法做到的。比如，阅读主要锻炼的是颞叶，计算则主要激活前额叶。但在对话时，前额叶的作用尤为关键。前额叶与我们的想象力、新情境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，而这正是预防认知症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前额叶老化的话，人就容易固守在固定的行为模式里，失去灵活性。所以，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融入能刺激大脑的习惯。接下来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今天就能开始的小方法。首先，增加与家人、朋友的对话，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聊，也能给大脑带来不小的刺激。其次，尝试新的兴趣爱好，不需要多复杂，哪怕只是学习做一道没做过的菜，或者去一家没去过的咖啡馆，也能给大脑注入新鲜感。请记住，无论多少岁，大脑都有成长的潜力，千万别因为
我年纪大了，都这个岁数了，还能学什么而放弃？希望大家能从今天开始，迈出一小步，为自己的脑健康多添一份保障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